哎呦，你认真的样子好可爱呀！哎呦，你认真的样子好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开心，一口气带你看完本期影片有哪些精彩内容。1. 精彩打斗，四海豪客。2. 江南趣味玩法，荡秋千。还没干完呢。3. 不见山玩法，信仰之跃。4. 江南好风景，游西湖，赏鱼灯。5. 江南搞笑动作以及武器和时装外观。尤其是这个辣条唐横刀，超级漂亮。6. 轻羽逐天这个坐骑竟然还能这样用，虽然不会飞，但它真的可以行走在水面上。7. 江南的 NPC 可以白嫖绕梁之音，全场的消费由陈公子买单。谁？小少主，这边请。8. 如果你被安叔抓到了，他会罚你抄书。区区抄书而已，难不倒我。看我抄！但是你可以把陈叔的家抄了。密室里有大量的袅袅之音和长鸣语。虽然陈子希长得挺帅，但字写的真的很差，只会在墙上画王八。9. 雷峰塔里真的关着白素贞吗？我将会传授大家穿墙术，进去一探究竟。好了，接下来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。我先带大家看看，陈叔家附近就是长城，而且江南也是有皇宫的，整个长城把皇宫包围了起来。这个长城是逛不到尽头的，因为它完成了闭环，最中间的就是皇宫。但我不知道这是南族公子李煜的皇宫，还是唐哀帝李祚的皇宫。一前能压，自此拉长，压起能力超明亮。现在开业大酬宾，原价300两、200两的物品，通通20两，通通20两。再等1年嘞！等等，这台词怎么听得那么熟悉？哦，我明白了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，黄老板带着他的小姨子跑路了。都说江南出美女，江南既是鱼米之乡，这里的美女吃的也挺好，所以长得都很壮实。反正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她们的肩膀很宽，而且比开封的美女要胖一些。老子早就求大公告诉整个杭州出来呀！那成色没有10两银子拿不下来吧？瞧你这穷酸的，猜都不会猜，我看他至少值10两金嘞。江南的口音像是上海人，也可能浙江人说话就是这样吧。小的饭，前阵子二娘子吃不了饭，夫人大张旗鼓请了好几个郎中来看嘞。瞎讲讲，我记得郎中开出来的明明是给小娘子润肺养颜的方子呀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官方吹嘘的 NPC 智能化，在屋子里打伞，而在外面下雨的时候呢，反而在那淋雨。天大了，我去
大内重地，非令不可入。怪不得古代人都想当皇帝。赵匡胤在河南当皇帝，李作在陕西当皇帝，公子叔李煜在江苏当皇帝，钱弘处在浙江当皇帝，大家各玩各的。哦，对了，大家现在看到的皇宫就是钱弘处的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开放皇宫，估计跟开封一个德行，要等以后出独立地图。吴越钱弘处的皇宫有2个特点，一是他喜欢修建长城，估计缺乏安全感；二是他的士兵不戴头盔，这一点跟开封皇宫的守卫不同。还有这个香肠嘴，是因为这个叫徐好的女孩问你开封有什么好玩的，结果你滔滔不绝。要说江南有什么美景，标配就是荷花池子加天上的彩虹，这2样你在开封肯定没见过。这个是不见山的新武学，千机锁天。我喜欢它，是因为它舞起来就像风火轮一样帅。哎呦，你认真的样子好可爱呀！这个 NPC 还挺调皮的。这是不见山的新武学天至垂象，一拳能打出50万的伤害，也是目前叶云伤害最高的武学。哎呦，你认真的样子好可爱。抱歉，我严肃点。第2个四海豪客是学法术的，其特点主要有2个，一是虚空化剑，二是召唤雷霆闪电。我猜看到这里又会有玩家吐槽了，这玩意还是武侠游戏吗？如何？没错，叶云现在越来越向仙侠靠拢了。开封皇宫的赵金娘用御剑飞行的时候就有玩家吐槽，不过好歹有根细线绑着，也还算能解释得通。五雷看我！但是你这个直接召唤雷霆闪电，确实就解释不通了。为什么策划一定要在武侠游戏里掺杂仙侠特效？其实也不难理清，因为仙侠在特效视觉方面确实碾压武侠。你比如雷霆闪电、寒冰火焰，能直观的带给玩家一种哇，这好厉害的感觉。如果纯做成武侠，干巴巴的打斗真的很难吸引到你。因此我猜测叶云后面的思路会是打斗用仙侠，剧情用武侠。叶龙相守这点伤害还真不如我的一拳超人伤害高。站在我作为游戏博主的视角来看，我其实一点都不关心叶云到底是武侠还是仙侠，因为武侠还是仙侠根本不重要，好玩才最重要。在我看来，大部分的玩家下班打个游戏放松，只要爽就行了，谁管你武侠还是仙侠啊？分魂化影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像这种多个分身，你不需要去纠结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直接吹个笛子，全部一锅端。如何凶残恶死？如何阴剑？如何凶残恶死？如何凶
再不死，大家猜猜这两个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再不死。这个肯定是真的，因为它的血量很厚。答应我这种人，也没什么可高兴的吧？如果你在陈叔的家里连续偷取6位 NPC 的物品，就会被陈叔抓住。在陈子希的家里养了很多小鸭子，它们的羽毛会落在你身上，这也说明陈叔是真的很喜欢小动物。也不晓得半夜。陈叔家里还有很多这种小燕子，你只需要站几分钟，身上就会堆满羽毛。我一直在想啊，小少主会不会是狼主在外面的？要真是的话，接他回来那天，狼主早就敲锣打鼓告诉整个杭州城嘞。他们把我当成陈子希的私生子了。谁？小少主，这边请。抄完书便能离开。还请小少主沉心静气些。区区抄书而已，难不倒我。看我抄！唉，策划真是一点新意都没有。当初在不限仙的时候，韩义就罚咱们抄书，记得那时候还是红线帮咱们抄的书。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咱就说能不能换个惩罚？除了抄书还是抄书。嘴唇好重，快说吧。我去，倒反天罡呀！仆人敢打小少主了。如果你被海捕了，不必担心，直接返回登录界面即可。嘴唇好重，快！抄完书便能离开。我之所以再进来一次，是因为刚才踩了个坑。其实我们不需要抄书，直接抄陈叔的家。这里竟然还有间密室，哼哼，让我瞧瞧陈叔在这儿藏了什么好东西。聪明丸？怎么看着像是骗小孩的把戏？这里咱们其实能感受到陈叔的爱，说什么惩罚抄书，其实就是变相奖励你而已。比如这些绕梁之音、袅袅之音、长明玉奖励，其实就是陈叔专门为你准备的。
而且你看墙上那些画，又是错别字，又是画乌龟什么的，其实都是陈叔在逗你玩。你要知道，小时候在竹林小屋，陈叔和江叔还有韩姨，他们可是看着你长大的。而且你看墙上写的这些字，5日3省吾身，我没错，我就是没错。这说话的口吻，哪里是在说陈叔他自己，分明就是在说你。要知道，你可是清河小魔丸，下河抓过鱼，还跟大鹅干过架，所以墙上画乌龟就是为了让你开心。不过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小心燕子埋刀子。一是陈叔的身体不好，二是他和杀手仇林克即将交手。哎呀，百会穴里头好像有什么要长出来了。嘴唇好重，快说不清话了。小少主这身衣裳不错嘞。另外，我再教大家一个进房间的方法，只需要放一把可交互的椅子，然后就可以卡进去。国际服可能没有这个微调功能，但陆服玩家会比较轻松。如果你想要出去也是可以的，只需要调整椅子的方向就可以了。用这个技巧可以随意进出一些没有门的房间，可以进去找宝藏或者搜集线索。我还以为陈叔隔壁的缝隙里会有宝箱，哎，白来一趟。既然来到了江南，我肯定是要去一趟雷峰塔，就用刚才的穿墙术。也不知道塔里面会不会有白娘子，法海会不会在里面？江南美女真是风情万种。扶我一把，何时能像你一般如此自在了？这个雷峰塔大门紧闭，根本进不去，怎么用穿墙术进去一探究竟？哎，你看，这不就进来了吗？想必阁下就是白素贞了，我这就救你脱离苦海。这边的难道是小青吗？想必这男的就是法海了，他在跟白素贞聊什么呢？哟，这小碎步跑得还挺快。要说这法海的脾气还是挺好的，不管你怎么打，他都不会还手。不愧是得道高僧，身上就只有一个野果子。唉，本来还想从他身上搜刮点钱财。给白娘子来个特写镜头，哇，是个大美女。唉，打败了法海也没用，我本来想把她从窗户丢出去，结果这雷峰塔根本没有窗户。我倒想看看，到底是哪位佛祖在镇压白素贞。哦，原来是千手如来啊，身边还有6大护法，难怪白素贞出不去。看来只有让他儿子许世林来救他了。毕竟佛法虽然高明，但正法也是法。待到许世林考功归来之日，正大光明的把他娘放出来。本就适合来学佛的，这样。哇，彩虹真好看！带大家看看江南的新玩法——荡秋千。到达黄颜色位置就可以起跳，超过了会被摔死。
我就想问问策划，头先着地这样真的没事吗？干嘛呢？我们把毒本来我原本是出于好奇心，如果超出黄颜色部分，会不会解锁新姿势？结果直接给我摔死了。哎，建议大家不要尝试，给自己省点医药费。结果又被做头喊回来改延误压死了。刚才的玩法叫水秋千，除了能在房顶上玩信仰之月，在水面上也能表演自由落水。不见山地图的云彩非常漂亮，按 Shift 键快速奔跑就可以实现信仰之跃。只要你不按空格键跳跃，就可以实现信仰之跃。不见山这个穿破云层是真的很帅。这是江南地图的右翼打卡地，4个人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天上的鱼灯。如果你想来这里打卡，我建议你把时间调到晚上，不仅灯光漂亮，整条鱼也是在天上游动的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。我突然在想，现实中如果有博主做出同款鱼灯，肯定能收获很多流量吧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个隐藏技巧，当你飞到鱼灯上面选择眺望，可以获得成就以及长名誉奖励。这条鱼真正漂亮的地方在于它仿佛是活的一样。不过我开始思考，整个江南最辛苦的就是楼顶上那4个 NPC， 他们几乎没有休假，白天晚上都得牵引着天上的鱼灯，为默默付出的 NPC 点赞吧。我是最见不得耍帅的人，反正都没有我帅。来江南最开心的事情是你可以和 NPC 一起划船游西湖，但是嘛，
唯一的缺点是这船太小了，希望官方后续能把船做得更大一些，这样我们可以在船上和 NPC 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岂不快哉？在江南，你可以自由划船，这一点对玩家倒是有很大吸引力的。邀上3、5好友一起联机，共游西湖，岂不美哉？而且这船的速度极快，操控灵活且精准，再加上这张地图有一半都是水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在这里畅游西湖。这是杭州西湖的拱桥，不过我今天又发现一个秘密。之前我用2颗8音鞘兑换了青羽竹天这个坐骑，之前总觉得它是废物，因为它虽然长着翅膀，却不能在天上飞。直到现在我才发现，这坐骑真的大有用处。原因是这坐骑真的是太高了，以至于你可以直接在水里走。这么一想，我那2颗8音鞘花得真值。国际服的朋友还没有开放江南地图，本期影片倒是可以给你们做一个参考，因为皇宫上面那个湖也是可以用这个坐骑在上面走的。不过8音鞘实在是太珍贵了，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坐骑，换骑术特效或者武器外观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简单来说，这个坐骑的功能花里胡哨的并不实用，除非将来开了飞行坐骑，否则确实没必要花2颗8音鞘去兑换它。不过你要是氪金大佬倒无所谓，在多人世界挂机，可以吸引更多的玩家一起来玩。除了上面的2种方式游西湖，你还可以用全甲的悬索游天或者大轻功也是可以的，可以用新出的踏水灵营直接玩水上漂。游西湖的方式千万，青鸟坐骑确实没必要买。江南的大轻功门槛还是很低的，只要2000探索度就可以飞行。接下来我就用大轻功的视角带大家领略江南的风景。
江南的地图特点主要有3个：一是多水，二是多绿化面积，到处都是青翠的树木；三是地形类似四川盆地，四周都是山，中间是盆地。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到了八达岭长城，后来我就沿着城墙一直跑，结果永远也跑不到尽头。原因就是这个长城是首尾相连的，把最中间的皇宫围在了里面。前面就是皇宫，不过现在还没有开放，但是大家可以跟随我的大清宫镜头，简单看个大概。好家伙，生怕玩家偷窥，开封都是5秒，这边直接设置3秒内必须返回。但是我们可以用建造模式偷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建筑风格。简单来说，门前有水池子，绿化面积也远比开封皇宫要大，而且周围用了足足2道长城，将皇宫死死围住。不过这倒不是钱弘处贪生怕死，而是他心系百姓，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百姓免遭战乱的荼毒。同时，钱弘处尊河南的赵匡胤为皇帝，自己只是当了个吴越王。如此看来，他的确算是个好人，也难怪江南在他的治理下名声富庶，所谓鱼米之乡的美誉就是在夸他。因此，你要把钱弘处放在5代十国这样的黑暗背景下，你就知道他是多么好的一位皇帝了。要知道，别的皇帝都忙着抢地盘，浑然不顾百姓的死活，甚至像石敬瑭和杜重威那样，为了尊契丹为义父，竟然把国家都给卖了。而后梁皇帝朱温大量屠城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。而此时的吴越王钱弘处，他控制的江南包括现在的浙江省、江苏省、福建省以及上海市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江南的百姓比开封的百姓生活质量明显好了很多。在钱弘处的治理下，百姓税收减轻，开通商贸往来，兴修水利，广建寺院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就是江南人，不用打仗，税收轻，还能自由商贸做生意，这样的国策想不富裕都难啊！做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，如果我和红线生活在江南，也许就不会有火烧不现线的事情发生了。要知道，钱弘处在社会治安方面也是一把好手，哪里容得了秀金楼胡作非为？我可以带着红线在西湖河边钓钓鱼，江南的荷花最是美丽。顺便我说一下这个寺庙，其实这个也是有作用的，因为心中有善念的人不会轻易动刀去屠戮，从而避免了杀伐。这或许是钱弘处广修寺院的目的。这倒不是迷信，而是一个人的心里有善念，他又怎么可能去干坏事呢？所以信仰还是要有的。你让一个屠夫去杀鱼，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；而如果你让一个和尚去杀鱼，他会说罪过罪过。我并非是在讨论一条鱼，而是你把这个道理上升到人的层面呢。那些屠戮百姓的暴君，大多是因为内心没有信仰，不知敬畏。所谓佛法，修的是你内心的善良。所谓开封有樊楼，江南有酒楼，大概是策划为了让大家品尝到地道的西湖醋鱼和东坡肘子吧。你瞅瞅这老板，为了招揽客人，直接站在桌子上了。钱来，钱来，钱从四面八方来。老板这名字取得真好。全杭州的酒楼也只有耸翠楼能有这样的歌舞了。江南的舞台跟开封的樊楼倒是有所区别，美女在河对面，所谓距离产生美，站在这里欣赏歌舞表演，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嘛，我是 VIP 顾客，走，带大家近距离欣赏美女。哇，不愧是江南美女，水灵水灵的。若是此刻突然掏出手绢，来一场2人转表演，不知阁下又当如何应对？哇，
江南出人才，连吃饭的姿势都这么霸气。能有一极乐净土，能解百忧，消万愁。拼桌吃饭这个设定挺好，可以帮助咱们免费蹭饭。更早的酒水饭钱都算在我小马账上。桌子上有蟹柳和虾仁，以及酱牛肉和拍黄瓜。唉，可惜没有西湖醋鱼，也没有东坡肘子，这些可都是杭州的代表菜啊。而真正的厨房设在了2楼，这个设定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厨房很热闹，很有氛围感，菜品也很丰富，搞得我都想去炒菜了。这边是蔬菜区，还有杭州小笼包，看着很好吃的样子。这地方好是好，这才就是规矩太多。总退冰镇蜜水就供不上了，别屈死老子去，把我腐蚀的虾。左拐去瓦舍酒店。这里用餐环境比较好，可以一边欣赏西湖美景，一边享用美食。细西子不平梅，饮一口凑认水，好酒。叽里咕噜的说啥呢？这些都不要，其他的各上一份。你觉得是这儿的鱼好吃，还是又1楼的兔子鱼好吃？快点，喝完了咱们去环碧园又吃水流3。有把兔子鱼端上的勇气，还是比较难得的。这鱼块切的也太厚了，都你我花这100贯钱，可不是来吃这等粗食的。江南新上线的这个动作，让我想到了某个网红主播，他直播的时候就用这个假跑，收获了很多粉丝。影片的最后，开心带大家看看江南新出的一些外观吧。这套衣服我并不是很喜欢，灵感来源于后羿射日，不过实际效果只能说图片仅供参考。相比之下，我更喜欢这个银河系的外观，所以如果我有2颗8英鞘，我肯定选择武器外观。这个辣条弹痕刀还是挺帅的，而且价格也便宜，只要6块钱，打完这也只需要3块钱。只可惜我修的是拳头，根本用不上。这个陌刀用布包裹了起来，没有杀气，我也不喜欢。虽然我并不喜欢宠物玩法，但它这个兔子耳朵还是挺可爱的。这套衣服还凑合，不过没有我那套黑丝好看，也可能是我穿习惯了吧。不过我这双蓝色大眼睛倒是挺漂亮的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自己捏脸。其实捏脸的方法也超级简单，你只需要把眼睛调大，颜色调成蓝色就行。哇，还是黑色好看。这是氪金大佬的外观，我发现氪金大佬都喜欢挂机，因为下线就不能炫耀了。最后带大家去看看多人世界。其实江南新地图开放，多人世界都挤爆了。但是由于我要录制影片，对流畅度要求很高，所以之前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的单人世界。不过我猜大家对多人世界的互动也挺感兴趣的，如果大家想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好啦，我是开心，大家走个面儿，点赞订阅。哦对了，光订阅是没用的，您走个面儿，把通知铃铛打开，这样我下期影片更新，您才有可能收到更新通知。